中美台湾这三方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瞻呢？你给我们台湾的朋友一点建议啊。首先呢，台湾无法成为一方。看到一个特别逗的新闻，岛内行政机关岛上的人口组成的时候，把汉族给删掉了，我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瑞士中美高层会谈，中美双方拉到10%，宣告中国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见证的是雅尔塔体系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往下面迈了一大步，这个压力就给到清德宗了，率先谈判，结果谈出了一个30多，对不对？老实讲，我有一个不乐观，他可能会在岛内进行更疯狂的一些举措，包含猎杀陆配，甚至猎杀外省人后代，再来猎杀客家人，谁知道呢？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呢这一期非常特别的历史跟 Talk。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来宾呢，大家上次看到他呢，可能是出现在我的 Vlog 啊，那人也长得非常的英俊啊，我自叹不如。我们来欢迎呢王骁。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骁哥呢，上次我们见面之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啊。虽然都忙啊，但是呢，看到骁哥的气色啊，非常的好啊。刚才开录之前还看到骁哥的太太可荣啊，我就看到他，我就想到，哎呀，该来去上海滩溜溜了。对，你上次来的时候天太冷了，其实现在才是春天上海最好的时候。最近因为台湾是半着嘛，所以看起来这个大概秋天去，不过总比冬天去还来得好啊。那是。那我们首先当然这个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不见得认识王骁是谁啊。OK，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在这个各个平台上，我从18年就开始做视频了。我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新闻的编辑，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在那个本科就是历史系跟国际关系系这两个，我是读了2个本科。然后呢，16年毕业就回国，到了那个上海去观察者网，就在做这个国际新闻，刚好赶上美国大选嘛，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事业的这个起起伏伏啊，跟这个特朗普的老人家也是很有关系啊。对，然后18年呢，我们开始做视频，因为那个时候像在大陆的话，这种就是说一个主讲在前面给大家解释和介绍国际新闻它背后的事发原因的节目，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相当于在做一个新闻尝试。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就叫做突发新闻不是突然发生的。那么很多人其实平时看新闻的话，你看那些新闻频道，他只会跟你说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哪儿的什么政府倒台了呀，哪儿有什么这个大游行啊，哪儿块打仗了呀，等等等等。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每一个事情它背后肯定是有它自己的这个什么历史啊、政治啊、文化呀、经济啊等等等等原因。所以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做。然后21年之后呢，我们开始去弄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然后一直做到现在，就这样子。然后在23年年末的时候，我自己又去了那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了一个非洲研究，因为呢，我对于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我们推动的这个叫做“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国际项目，我非常感兴趣。然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呢，其实就是大量的这种南方国家，尤其是我对非洲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现在大陆在非洲有许许多多的项目，尤其是在东非，所以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非洲研究，然后另外还学了一个叫做那个斯瓦希里语这样的一个。所以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啊，我感觉自己是有点那种什么时空穿越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从小我爸就喜欢看新闻，然后呢大陆那个时候播这个台湾地区的新闻的话呢，是播的最多的是那个凤凰卫视，我就跟我爸一块儿看那个凤凰卫视。但那个时候还是就是陈水扁到马英九时期，是我看台湾新闻看的最多的时候，因为新鲜嘛，就是没看过这么玩的，像陈水扁对这全武行啊什么的这种，然后互相吵架呀、上街啊啥的，所以也非常有意思。而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大家对那个这个两岸关系，尤其是马英九时期两岸关系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对这个台湾的印象也都非常好。但是后来呢，等到马英九时代结束，基本上刚好也是我读书到中段，然后那个快到结束的这么一个时候。所以呢，后来慢慢也就看得少了，因为后来这个随着大陆的这个国力崛起，然后加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越来越变化诡谲，所以关注的更多的是中美之间的议题，
或者等等其他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对于台湾的关注就越来越少了。但是今天，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一下子感觉，好像跟这个小的时候关注的那种，你说口音也好吧，或者说这个地区也好吧，怎么着的，产生了一个连接。这个因为我上一次去找王骁的时候，事实上纯粹是因为王骁，我真的是冲着王骁去，因为我看了他好几年了，我就想要认识王骁。那可是一直没有什么管道嘛。那刚好呢，这个王骁的老同事啊，现在在某大学执教，然后就说，跟他们搞一个论坛吧，然后透过人层层关系啊，两岸差100多公里，要不搞得像以前古代飞鸽传书一样，他 pass 他 pass 到一个我很信任的教授啊。那这个教授呢，他之前也在高师府服务过嘛。那大家也知道，我跟韩国瑜当时这个团队是有比较密切联系，但就叫到这种信任值。那 OK， 我确定这是一个安全的，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台湾这边民进党政府查的很紧啊，这个现在连妈祖都要，这个白沙屯妈祖都被卷入这个共谍事件了，这个中共渗透事件啊，非常难搞啊。但是呢，这挡不住我对我这个想跟王骁来这个奔现一下，这样讲一讲，好像等一下搞不好骁哥的太太跳出来了。但不管怎么样，上次去真的很开心哦。那我想在上海的这个街头，第一次去上海嘛，然后有很多的交流。我想很多人看过我们的 vlog 所以我想大家很期待什么时候跟骁哥来一场连线。其实我们早谈了，我们在上海我就谈了，但是这时间的回来之后呢，是确实蛮忙的，再加上我们频道最近你忙，对，不单单是你忙，确实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对，所以那次其实大家聊得蛮开心的，但一直想要做一个这个连线啊。那后来我就想到，因为王骁是海南岛人啊，我是台湾岛人啊，所以我们叫岛连线啊，我们就把这个固守东南沿海啊，就连起来了。所以今天呢，终于有这个机会啊，把我们这个给开出来。当然。我想骁哥在国际上面他是非常一力专注的而且骁哥过去在美国留学很多年嘛，所以呢对这个美国还有这个整个中美大局势啊，就比较深的感悟。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期啊，大概会围绕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的核心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对，我也是希望聊一点，然后能够给我们这个大陆我们这边的这个观众带来一些年轻的这一代的角度来，我也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声音。对，我想我们的视角会非常不一样，因为有很大的一个经历的不同啦。因为我觉得咱俩聊啊，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咱俩没有什么，就是一没有官职，二没有什么党职，三也没有什么那种教授的头衔在身上，所以说我们也不对什么机构需要负责，我们就反正瞎聊真的这样子我聊起来没什么压力啊。然后而且我觉得有世代不一样，因为老实讲就是现在立主在两岸的一些事务关系上的大部分的两岸的不管是官员或者是政治人物的话，基本至少都50、60了吧。他们所经历的世代，他们看到的视角跟我这一代，还有其实像是因为骁哥也开个小公司，有个团队嘛那我也有一个小公司，一个团队。那当然我们的这些助理啊或者是工作人员，大部分呢这公司的同事都是很年轻的。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透过再观察他们他们可能又是更年轻的刚毕业的，或者像我们公司的这个工读生，他可能都还没毕业都还在大学里面那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世代的观察点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打破这几年尤其民进党主政之下两岸不是很开心的部分。其实我们对民进党不满的年轻人的声音是被压制的。所以我最后来这个请教一下骁哥，中国的整个崛起的形势还有整个气势其实我相信巴铁这事情很大影响是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相信指数，对军队的信任指数是明显提升嘛。还有就是大大提升大大提升。好，等一下你帮我补充你观察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出海整个的信心还有个形势已经不是你做不做问题，而是它就是往这个方向在打。那当然中国是已经出海了，只是台湾就是卡在出海那个点上嘛。那到底是绕过呢往后处理呢，还是说可能就提前处理，或者是怎么样？你的观察呢？这我们就是闲聊了这个也不要太严肃。我觉得台湾问题一直以来呢，因为你在处理或者说我们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华民族手足兄弟的这么一个情节在里面。虽然说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特别逗的新闻，岛内行政机关在介绍岛上的这个人口组成的时候说1%点几的原住民，2%点几的外来人口和90%多的其他人口，把汉族给删掉了。我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小弟其余人口我能够理解你，比如说党派之争互相反，
政治理念之争互相反，甚至就是因为赚钱，所以你要反，我都能理解，都是人。结果他妈反到开始反自己，这简直是太莫名其妙了。你相当于是把整个台湾权力当局上面几乎大部分吧，不能说所有头头面面的人物都给开除族籍了。我感觉简直莫名其妙，但是你不能去这样子想象自己。就是我也是希望在跟那个各位观众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我们在聊两岸问题或者台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插播一条，在瑞士那个中美高层在会谈，现在出联合声明了，我们来看一下，中美双方认识到双边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双方承诺于5月14日前采取以下举措：一，美国将修改4月2日行政令规定的对中国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取消根据2025年4月8日之后的，就是一直加到245，那些都不作数了。然后中方将修改规定对美加征的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10%，就相当于两边对等。这个压力就给到清德宗了。这个你这个率先谈判，结果谈出了一个30多，对不对？你知道我今天特别热，你知道吗？我老实讲啊，这肖哥总是懂得点到我的心房上。今年我做节目是我做这么几年来做的最顺心的一年。19年以来啊，我们在反对民进党的路上啊，不要说是大获全胜全无吧，顶多就是偶尔打个胜仗，大部分时候被压抑的很惨啊。就是毕竟民进党这种搞法，你看96%其余人口都搞出来了。那但凡有一点智商或者有点基本的人性道德的人，都会反对这种莫名其妙的逻辑嘛。我之前就讲说，民进党是全世界上就现代意义以来的这个政权里面唯一一个否定自己主体民族的政权，而且大家知道规定不一，但是95%或者90%是所谓民族国家，它一般在认定的时候你的一个核心嘛。那民进党号称要台独，它建立的是台湾人民族国家，台湾的主体，它竟然把它否定掉了，这简直96%。这个给清德宗一个建议，以后不能叫台独哦，以后叫其余独。对啊，大其余独主义。这概念如果按照主体人口比例来说，大陆的话，你可以说它的主体民族是汉人92%，台湾是96%，比大陆还高啊！简直呢，你把否定，你到底想干嘛呢？这简单来讲，他就不想要说大陆90%是汉人，台湾90%是汉人，不行啊！这怎么区分两个国家啊？这神经病！但是这个压力就来了，因为刚才这个联合声明。重点就是一个嘛，你贵那么多，台独青鸟之前还在笑，咕咕哦，我们切割了，你看你们34 UCCU， 我们32，哈哈，你看我们先谈的还可以优惠，这些人真的匪夷所思。但是今天啊，清德宗又要倒大霉了啊！我看他这几天又要被轰得很惨了。但是我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中美联合声明，那如果中美都可以这样子搞定的话，那压力真的台湾民进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可是我老实讲，我有一个不乐观哦，就是他可能会在岛内。在台湾内部进行更疯狂的一些举措，包含猎杀陆配，甚至猎杀外省人后代，再来猎杀客家人，谁知道呢？我这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啊？有可能需要把大家的这个关注给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因为其实我说白了，那就相当于是这一次一开始，北京是全世界最强硬的，除了那几个没有被加征关税的朝鲜、伊朗、俄罗斯，北京最强硬。比布鲁塞尔还要强硬，但是呢，欧洲这个一直以来就有这么一个拆墙的伦敦，前几天下跪了。但是事实就证明了，你不能够被这个特朗普给bully啊，特朗普就是一个 bully 啊，那就是看你好欺负，他就使劲的欺负你啊。如果说现在有了北京的这个做法，才有了告诉大家你应该去。站直你的身板，这个世界不一样了。美国没有那么牛，不是他说什么就一定要怎么样的。如果今天中国可以干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说白了，秦失其路，天下人共逐之。现在相当于就全部都又拉回10%了，但是而且你给我加这10%，我也要给你加10%，不存在之前我说我不给你加，然后你突然给我加这10%，就是对等。
就是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看谁比谁能熬。而美国这边或者是华府那边，他其实熬不住，因为他的代价是什么？他的代价是老百姓，而且是他最稳定的那个基本盘的物价，日常生活可能会受到冲击。而大陆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出口厂商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我们从18年开始就一直在找除了美国之外的代替市场，我们不断的去发展这些代替市场。所以说大陆方面并不是说我会被你出其不意，而是我一旦认识到你有可能给我带来不稳定，那么我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对，这是很重要的。我说实话，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舆论氛围非常非常差，大家要么就是说贵打不赢，打不起，肯定输，然后我们前面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一定是灰飞烟灭，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大。然后呢，那个时候这个境外的整个势力向境内去输送的那种话语和这种话语弹药等等等等，又是什么企业又说什么对那个政府施压，就是说什么哎你这个你看外国外资都要跑了，然后那个营商环境差，你对我们都不好，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当时整个社会舆论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开始办中兴办华为这两个之后，那个芯片，哇，大家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被盖了一层帽子，就是我们是不是突不出去了。结果后面18年到这次25年，这中间7年一直在做，不管是一带一路出海，然后各种本币互换也好，国际组织也好，然后呢产业升级也好，等等等等。这一次4月2号全球加征关税的政策一出来，其实大陆的舆论没有那么害怕，很多人都是看乐子，就是哎呦这个慈禧太后啊像11国宣战。对，当时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害怕，甚至很多做外贸的人直接就说那不做了就不做了，不可能跟你贵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精气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人不存在你跪完了之后你去给自己着不。我说难听一点啊，你如果当了龟公，你就别想当一个顶天立地的，对吧？你一定是要自强不息。所以台湾之前对美国的顺差是，我记得是600多亿美元吧，差不多。对，被加了30%多，结果之后台积电就说要走。我觉得台积电这个事儿其实一直都是台湾人怎么说？你说是一个心窝上的一个东西啊，还是说一块心病啊？我当时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其实非常纳闷，因为台积电对于台湾的这个整个经济体的贡献和支柱程度来讲，我认为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高。你政府怎么能够接受它这么轻松的跑掉？而且如果说你看我们之前在看一些街访的时候，很多人在街访说，哎，你觉得两岸会开战吗？然后呢，美国会来保护我们吗？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个老百姓，他在回答的时候，他说他认为美国会保护台湾，原因是说台积电在这里。那你们台积电跑了，那你下面怎么办啊？那你的这个自信去哪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挺诡异的。所以我也是想听你这个分析分析，这怎么能让台积电跑了呢？我想这个分很多个层次啦，就是说民进党政府他是觉得，如果今天他要继续维持他这个残破残缺的统治，他必须要有人来支撑。当一个政权走向这个角度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已经脱离了基本。但是因为惯性嘛，政治它是有惯性的，他长年以来培养的台湾人民站起来，就台湾人要站起来啊！台湾人的台湾哦，台湾人的台湾啊！来台湾人当家做主好不好？台湾人当家做主好不好？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惯性的维持，让他有一群铁粉，而这群铁粉呢，他有一直延续，因为民进党很重视社群的经营嘛，所以他可以拱住他那一群很热切想投票的。那在具体的投票到10成上面的时候，以7成左右投票率，大概他就是维持在4成左右的一个出现率。那这个不足以他赢得大选，但是只要分裂投票，他就会赢嘛。所以赖清德去年度大选会获胜。他事实上，他最后创造了一个3重少数嘛，一个是
在大选中少数。什么领导人的位置是个少数是什么意思？就说他不是绝对过半，他是相对多数，他只有4成。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得了6成，而且这个4成是很丢脸的。为什么？因为上次获得4成就是在陈水扁阿扁2000年大选的时候39%多，所以几乎就退回到24年前。第二个是党内少数，他系出新潮流系嘛，但他跟新潮流系的北流也不太合，所以他后来把北流的老大叫郑文灿，我们的前桃园市长啊，叫另一称叫大阿哥，因为他非常受蔡英文喜欢，蔡英文都叫他胖周瑜啊。那结果他把他抓去关了，好，又后来放出来了嘛，但政治上已经死亡了。第三个是在立法院啊，就是立法机构里面也是少数。这种3重少数的情况之下呢，但是他却是可以当选。那他靠什么？就是铁粉。那这个铁粉呢，他会不会吃进一天？有可能，他会不会削弱一天？有可能，但不会这么快。那接下来赖清德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是寻求朝野和解呢，走向全民的领导呢，好，走向我们叫做全民总统嘛，走向像马英九一样，还是呢，选择斗争到底呢？他选择第2条斗争到底。但斗争到底，你要有底气啊！你光靠那些青鸟在那边胡蹦乱跳，你靠那个八囧啊，像黑熊这个沈伯洋这种，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委啊，那他就是这个人脑袋有点问题啊，这个非常的拿了美国 USAID 很多钱啊，这都挖出来，这都实际啊，他自己承认的。OK， 那不这把惨了吗？断粮了。哎，对，就断粮了。所以在黑熊最近也只能靠政府了嘛。所以他的状况是这样，他斗争他有底气，那底气是什么？就是美国，而他的首席智囊就是沈伯洋黑熊，因为沈伯洋办了一个黑熊学院，可是你对接都是美国的民主党建制人物或者是共和党建制人物，你没有对接到 MAGA 派啊。你如果看萧哥的节目就知道 MAGA 派过去4年在做什么。川普在干嘛？杀建制派，砍啊又砍啊又砍啊！共和党的大家族都被赶出去了，布希滚蛋，钱尼滚蛋。可是他在这样子连接不上 MAGA 派怎么办呢？只好跪得更用力，那只好奉献所有家底，只为了巩固住在台湾内部的一个斗争的底气。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岛链这些被美国所深度影响，我们不要说直接控制，因为老实讲，大陆网友看国际政治的时候很喜欢简化，其实台湾网友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网友喜欢简化看待国际政治的复杂程度，喜欢把国家或地区给人格化。对对，但其实它的控制都是间接的，但是尽管是间接的，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之下，你要成事不容易，所以以学会败了吧？以学会就是没有美国支持嘛。那小马可是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他自己专断独行，可是你一时得了风，你却不能得了雨啊。台湾其实赖清德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以学会的败亡，我觉得他是更慌的哦，他自己都忍不住。以学会见他说那个脸就是想要起来了那个感觉，但是现在以学会败亡了，那怎么办呢？那他只好加倍送。看到马可仕也没有成功，只好加倍送。所以我觉得他送就是会送的最后，他会是有史以来最卖台的总统，就最卖台的台湾领导人，绝对是因为对他来讲，维持政权的合法性的斗争底气。除了民进党的惯性的那些青鸟之外，就是必须引入美国爸爸这个力量。可是问题是 ，MAGA 又不同于传统建制派，建制派你送他1分，他至少还你个半分体面，他都愿意。但是 MAGA 派你送他10分，他还你1分吗？不见得，他看他心情，看他现在需要。MAGA 是这样，你给他10分，然后呢 ，MAGA 就想，哎呦，你有10分，我试试有没有15分。对对对，你讲的真好。所以你刚刚的问题，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回答说，为什么送到这种程度？而且你中美协议出来的时候，台湾人现在最活跃的年轻人是叫 Trade， 过去是青鸟占优势，而且是民进党苦心经营，因为他当出来的时候就民进党把大量事情往那边去带哦，结果赖清德现在每篇文都被洗版，每篇文都被骂，这是很神奇的地方。谁在骂他呢？就查就是一般路人老百姓啊，大家就是不爽他，你们送台积电啊，什么各种骂，反正就他政策没有得人心的嘛。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到说为什么要这样送。可是这样送有一个严厉的后果，就是老百姓没有蠢到你送台积电再送联电这种事情，大家会不懂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个目前赖清德这个大罢免快要大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一个变化。当然很多人说历史哥太乐观，但是作为一个自媒体的经营者，作为一个也在电视上讲评的，然后作为一个因为台湾政论代谢比较慢哈，所以我们还算年轻人的边缘这样哈。那还有我们自己公司都是年轻人，从他们角度来看，那个风哦，其实是对现在民进党是很不利的。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从前面聊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是大陆这边的整体的状况、地缘形势的状况，还是中美之间的玩法，还是民进党赖清德的统治的方式，其实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哦，那这个重大问题，当然啦，短时间内它会对我们更残暴了。哦，可能就像你问的那个问题嘛，为什么蔡正元被戴电子脚了？他又不是性侵犯，对不对？
就是虐他嘛，让他不舒服。那像这种事情，像把霸团一大堆都收押了，这几天他去上那个谢金河财讯媒体啊，然后就说罢免也有善恶之分。哇，民进党的罢免叫善，罢免民进党叫恶。哇操，这种话都可以讲出来，你服了，你真的服了。这个人已经很有问题，但他很偏执。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最大问题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可以容忍他送？不是大家容忍，而是台湾的制度有一个 bug， 就是我们的宪政制度当年李登辉扩权的时候，他用民选总统的方式扩权，但是 bug 是造成了一个少数总统，就少数领导人可能出现，也就是非过半的领导人。第二个就是总统，也就是领导人呢，事实上是有权无责，而行政院，也就是我们行政最高机构，是有责无权。这个我知道。就是之前在那个陈水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科普过，叫做藏在行政一把手后面的一个权力怪兽。没错，正常来讲，作为总统制的状况，你应该要被国会监督吧？这个是世界政体的通性嘛。那你台湾，你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你要接受最高议会的监督吧？如果这不用，他也不用去讲啊，因为他把它冻结了嘛。那赖清德就是充分利用这个所谓宪政 bug 啊，这个 bug 因为好几年没修宪了，李登辉那一次修宪大修之后，后面陈水扁才有小修，20年没修宪。那你也知道，其实任何的宪法都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任何的制度在他创造的当下，他就已经过时了。因为所有制度是一种急救章嘛，所以我们从这样很现实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切裂。所以很多人说啊，赖清德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啊，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不是啊，我们被制度卡死了，我们要修宪非常难呐，我们要2/3的立法委员同意啊，还要经过了全台湾的人民公投一半的选民要走出来，台湾现在的合法选民将近2000万啊，要将近1000万人走出来，我的天啊！这怎么选总统大选都没这么多人出来投票，所以回过头来我想 echo 一下，为什么我跟肖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一个联系？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说上一代的恩恩怨怨哦，有很多历史的纠葛。那虽然我是学历史，我很重视这些，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老实讲，两岸年轻人没有多大的仇恨，大家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很多事情，而且有很多的观点，也许不一定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但是可以好好的交流的。可是当出现赖清德这种东西的时候，对，我都用东西形容他了，所以你有时候蛮感叹的，你知道吗？就说那不能像肖哥跟我说啥失去啊，我说天哪，我可能得搞到8月之后才去了。对，这纯粹去找王骁唠嗑瓜子行吧？我其实肖哥也很想来，但是不给来嘛，就是这样嘛。我觉得应该比较难。我之前是应该查了一下，就是如我想去旅游的话，我按个人身份的话，应该是做不到的。对，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除非是从第三地，就假设我现在又出国去读书，然后在那边再申请手续，可能可以，但是我没有执行过，所以我不确定。那个有一些可以进来。那最后我来问一下肖哥的看法了。现在其实压力给到赖清德政府但是在你整个观察，中美现在有一个10%的暂时，后面还会有什么变化？台湾还是会被摆上桌，或者是说接下来中美加上台湾这3方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瞻呢？你是告诉大家你的看法，给我们台湾的朋友一点建议啊。首先呢，从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哈，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不考量你的情绪了。没问题。首先呢，台湾无法成为一方，尤其是在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你台湾方面把自己谈判的这个筹码给越来越挤压，就可能在马英九时期如果谈判了，真没准能谈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呢，那个马先生当时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君子，但是他可能缺少一些历史的这个胆量，所以说他的时代也就过去了。然后呢，在之后呢，台湾其实能够上桌，利用中华民族手足情谊来作为一个心理筹码去谈判的量在不断的被压低。因为我们这一代，因为我是1991年，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在一般一听那种什么两岸或者什么海峡论坛，然后有一些这个老人家就喜欢讲什么我们一定要继续去探讨这个抗日叙事，一起抗日，或者说当年这个什么北伐的这个历史的，我说这实在是，就是我也尊重老先生，但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情谊，对历史情感在。而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毕竟我还学历史，所以说我可以理解，但是更多的老百姓他不是的，他是通过那种很纯粹的，什么叫很纯粹的情绪？也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么我弄死你，就一般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之前蔡正元和那个沈毅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可能他们作为中青代或者说老一代
啊，他们说话比较直，就是他们就直接说到这个会撕破脸等等等等，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虽然可能不会去这样子搞什么文攻武吓，但是我确实我也不反对他们的说法。我觉得你如果从情绪上面来讲，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是我先给这个台湾这边的那个就是观众们说一下，就是说目前的现状，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啊。如果说你不聊中华民族的情谊，那你就只能聊国际丛林法则的实力，就是比谁拳头大。那比谁拳头大，台湾确实不上桌，对吧？这个我们也都同意哈。第二层就是你刚才在说到这个中美之间下一步会怎么样，就是已经双方拉到10%，双方拉到10%呢，在之后呢，我觉得其实宣告了是中国赢了。对。我不是说从那个印度那种胜利法啊，就或者说什么赢学，因为涨税加税这个事情是美国挑起的，中国是跟，对吧？就是你就相当于中国说了，就是说你涨多少我跟多少，然后呢，中国跟到125以后，中国直接发了一个说125基本上等于没有经贸往来了，所以说我们之后呢也不会理睬美国，也相当于是中国已经就直接表态了，就是我跟你硬刚。那美国如果现在降到10%，相当于是美国把自己的那个既定议程给取消了，现在退回到4月2号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战略目标达成了。因为中国之前北京方面一直放话，就是说你如果要谈，我们先退到4月2号以前再谈啊。那好，现在拉到双方互加10%，那么相当于这一把中国大陆或者说这个北京方面啊赢了。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么核心的议题上面中国赢了，我认为我们可以宣告，如果说你刚才说2025年是一个叫历史的转折年，这个 turning point 在哪里？这个 turning point 就在现在，就在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自己给自己这个抬咖啊，但是我们这个对话还挺有历史意义的，我们见证历史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见证的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系之后的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帝国主义，它现在如果真正我们说它在哪里开始往下面迈了一大步，那么就是今天开始它往下面迈了一大步，它先认怂了。美国在冷战以后，我请问大家，到底美国在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上面认怂？我好像没有，我好像不知道哈，对吧？我认为没有，因为这个独立史来讲，我真的没看过。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的那叫一个山穷水尽，他们都一直硬刚着，一直刚了10多年、20多年啊。对，那个撤出有人会觉得是认怂，我觉得撤出不是认怂，撤出没有认怂啊，对，比较像止损的。但是他当下他是已经达成目标了，只是说对方拖嘛。那可是其实我们都只看到他撤出，塔利班和萨达姆都推翻了呀。对啊。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说，哎呀，他退出就不对，当地的老百姓跟社会付出了极巨大的代价。对，所以其实不能说他们认怂，只是说他们做了一些止损，因为他拖太久了嘛。但是这个跟他撤出越战是不一样的逻辑，越战有很强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逻辑，但是在撤出阿富汗跟这个那个是有一些征兆，但不能说到完全的一个 turning point。那小哥你说从雅尔塔体系之后，美国第一次认怂，那接下来呢？其实这不就是一个现在？其实你刚才讲，刚好我很早就写了一个我的笔记，我就写到，如果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是中美共治，其实就是中在大，美在小，讲白这样。但是我附带一个给大家一个概念，其实这样谈对美国尤其川普赚到一件事，他借着中美对抗，对美国老百姓加税10%。可以减少他的政府的财政流失因为他不能说加税嘛，因为毕竟 Trump 号称是减税嘛。对你这个说的有道理，你这个说的有道理，你这个说的有点意思。就算面子输了，我得理直一点捞点回来。对，我既然不能从中国人身上赚钱，我就从这个我的基本盘上面赚点钱。对。有点这个意思，马卡会这10%会痛骂中国这样子，对，这是一个点。然后下一步我们继续说，从现实主义的这个外交角度来说，我们的世界是无政府主义的，对吧？因为不存在一个叫地球政府，虽然我们以前看过高达，然后那个地球联邦，但是现实社会中，世界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那么之前呢，美国
作为建主充当了世界政府的这个角色。现在美国正在逐步退出世界政府的这个角色，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崛起是一块，但是世界会大乱，这个可能是另外一块。就是我虽然很反感美国在四处发动战争，在四处搞这个颜色革命，搞这个阴谋诡计，但是我们必须要一定程度上承认，美国在作为世界霸主时候，它所具备的这种叫做暴力恐吓的这个作用，让很多可能想要搞破坏的一些政治实体有忌惮的心态。那么未来随着美国的这个国势不断的往下走，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世界会迎来一个叫做，因为世界的历史嘛，我们也都是读历史的，会是一个治乱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下面我们可能会先是从治到乱，再从乱到治，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未来社会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可能性。那么就如同你刚才说到的很多的火药桶，不管是刚果也好啊，然后这个巴以地区也好，然后这个巴尔干地区也好啊，东欧地区也好，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我们要开始还二战前埋下的各种火药桶。这个世界埋了很多的火药桶，当年帝国主义为了让自己这个全身而退也好，为了让自己还能够控制这个世界也好，我可以邀请我们频道这个屏幕前的所有的，如果说你了解一定的历史，你可以去翻一下这个地图，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些火药桶是不是当年那些大帝国被强行解体之后留下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东欧和巴尔干其实就是奥匈帝国解体，今天的中东所有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然后呢，今天许许多多的俄乌问题也好等等，苏联解体是，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南亚问题，某种说是英印帝国的这个瓦解所遗留的问题等等等等等等，就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是中国的中华朝贡体系解体嘛，非常严重。所以说下面这些之前被按压住的火药桶，我不说所有都一定会爆炸，这里面也许会遇到一两个特别牛逼的这个政治家，然后呢，小国政治家，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国家，冲出重重的阻隔，而实现了地区的平衡，有可能。但是我们说这些地方它越来越危险，而很不幸的是，恰恰台海是这其中的火药桶之一。我们希望和期待它可能会有一些伟大的政治智慧，能够让这个地方不爆发冲突。但是这是我们的希望，但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我是绝对希望两岸和平啊！我一直都是一个非战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们从地缘政治的现实来看，这种东西你必须要战战兢兢。随时的整个带弹。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嘛，新加坡李显龙退出第一线之后，黄循财上他是非常战战兢兢的。其实他也就是做一个比较正常，但是呢，你说杰出还待考验，但是他至少很正常，非常好的用很理性的方式去处理了他的国政，所以他得到非常高的声望。所以刚刚人民行动党又获得了大获全胜，这个而且得票率比上次比李显龙还高。那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说，黄循财他个人在诚实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在这个资讯传播已经进化到秒的时代，很明显的就是政治人物如果还没有看清自己也是个人，你也没有全知全感，然后大家都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获得各种资讯的时候，你坦诚的面对事实，坦诚的面对大众，而且不要想要驾驭大众，而是你要了解你是为大众而服务，你是为群体而服务，你不要把自己放得这么的大，那自然而然就获得很高的声望。这里面站在最极端的不就是赖清德吗？他自以为他是神啊，他是赖神啊，他觉得他可以掌控全台湾啊，他觉得他可以用 40% 的少数去碾压全台湾 60% 的民意啊，他觉得把柯文哲关起来，把国民党很多主委关起来，把党部抄了，他就可以控制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代表。那还有这个体制上的差异，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是一种民主集中制嘛，我们都知道，那是以一党专政的方式联合各党派，然后长期的有效率的，然后呢有长远计划的去推进这个制度。美国呢是一个两党制，然后不断的翻盘，但是美国过去
它不仅是退出了世界建筑的这个角色，事实上过去他们的政府，如果你两党政治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无序啊，它是利用两党的恐怖平衡形成的一种暴力平衡，这些也被打破了嘛，只有愈加暴力。这个其实也是马卡派出现之后打破了传统共和党、民主党建制派的一个结果，所以美国是从内到外都在退。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我非常同意刚才肖哥的结论，世界会更乱。但是我认为大战没有，从印巴就知道，大战碍于核弹这件事，人类还是有点清醒的。对，这一点是的，人家以前以为说是大家都是那个冷兵器，所以说或者说都是那个只有热兵器，所以说能打得起来。然后呢，大家说现在都进入现代了，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打得起来。但是我跟大家说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军事武器的那个代差呀，就是大国跟小国之间的那个代差太大了。就是你就这一次的印巴，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印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可能只在一个垂类上面稍微帮你，然后你就可以压倒性的击败一个体量数倍于你的大国，是这样子的，确实。他要完全击败他或者把他给自己是不可能，但是在战略形势上让他受挫，然后进而说避免事态扩大，伤及到自己，伤筋挫骨，所以他就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这是接下来未来从25年之后，也就是21世纪进入了中叶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所以我说大战没有，但小中型的战争会加剧剧烈，区域的冲突会增加。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讲到没有讲完的第5火药兔非洲刚果大战正在打啊。卢安达这也是一个小解放军啊，那他透过一个他现代化的体系的整合，在非洲大区就打出了无敌的这个气势了。对，这么小一个国家去打隔壁一个刚果，结果他把他打趴了，把这个南北几乎省占领了，一个完全不出产这个坦的国家，结果现在变世界坦出口重要国家，从隔壁挖过来的，这匪夷所思。但是你从这样的一个世界格局的脉络，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世界正在重整，而这个重整的秩序是帝国主义的结构在退行。美国其实就是最后一波帝国主义。我常讲15世纪开始，西普是第一波帝国主义，荷兰是第 1.5 波，英法是第2波，第3波帝国主义就是美国，而帝国主义在退行，而回到了传统的区域性的一个大国为核心的一种既定的秩序，但这个秩序又掺杂了现代 global governance， 就是全球治理、全球地缘这样的一个概念，它融合起来。所以中国崛起最明显的就是东南亚慢慢回来了。东北亚也在回来，你可能很难想象，韩国很快要来头了，这个很明显，韩国人已经迫不及待了嘛。马上讲白了，日本也是嘛？你看到石破茂那个态度，寸土不让，不可能存在的。为了让汽车产业好，我农业就让给你，这他自民党的根啊，他跟你跑，他神经病。所以这种秩序的重整，就是中国东亚回到了操控系统的这个但是要加上现代化的因素，不再是过去那种大国小国，不一定是朝贡体系，对，但是反正就是整一个新的东亚体系吧。其实我觉得叫新天朝观，参考旧有的天朝观念，但是那个天朝已经不像过去是用往下看你的那种，而是我们大家平视，但是大小有别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大家必须互相尊重嘛，我比较大嘛，那你多尊重我一点，那我也会尊重你嘛。那南亚的话呢，会回到一个过去摩尔帝国下的那种概念，然后因为呢就是吵吵闹闹谁也不服谁，谁也压不了谁，不像过去印度一拳独霸那种概念。那西亚的话呢，这个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让他们再打一打，所以我们也不要着急给他们定论，这个很难，让他们再打一打。非洲是过去没有什么秩序，所以非洲在重构新秩序，他们是需要一个秩序。对，那欧洲会回到传统的这个陆权的对抗线，可能会从东欧又慢慢推回到中欧。但是到底会形成什么结果？到底是大陆协调获胜呢，还是英法再次结合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大概会有这样一个趋势，但是现在还晦暗不明，没办法完全看出来。但是它我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秩序的一种，不能说是回归，而是一种类似文艺复兴一样，说是复兴，其实是再生啊。我感觉到是一个 rebirth，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复兴的一个状况了哈。好吧，这是我今天所有的看法了。就这个小凯要补充吗？我没有，我觉得聊得很好，聊得很尽兴啊！哎，我觉得聊得很尽兴，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了啊！真的啊！我还有2个话题，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聊呢，我就已经可以探讨下一次了。
好吧，大家期待我们的这个岛连线继续来联手啦啊！那这个系列呢，希望大家也多多关注、按赞、分享，然后觉得可以的话呢，在 B 站多投币啊，在 YouTube 要多抖内啊，然后加入我们会员。那现在肖哥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啊，那我们也会把他的 YouTube 频道呢放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啊。那另外我们 B 站我们会采取联合发表的形式，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的呈现，然后到时候具体看具体怎么做。但如果这个合作形式固定下来的话，那大家就有福了。我们岛连线第一集播出大成功，再次谢谢肖哥啊，那也谢谢大家。好，历史哥，我们下次再见。赵宇军，下次再见，拜拜。好，拜拜。